去的观点容易让你一成不变，肤浅固有的偏见迷惑你，有新的主见浮现。忽然间发现，我们离最初的誓言渐行渐远。你是否还记得那个青涩的追风少年？有多少勇气推迟在那改变的瞬间？有多少双眼期待下个奇迹再次出现？时间为你转身，因为你肯冒险，注定这不平凡的一切伴你坚强一路向前。一切交给时间，你会精彩呈现。勇敢和执着，许下心愿不灭不变。那天我要签一份文件，手里没有笔。打开你的抽屉之后，发现了这一支，就用了。最后顺手把它放在了包里。没事儿。这支笔是不是很重要？这是童威他爸留给他的遗物。是他送给你的定情信物吗？算了，这事儿已经过去了，别提了好吗？小飞，我真的很害怕，我很害怕再一次失去你。没事儿，我不是在这儿呢吗？大家都知道我们要订婚了，我跑也跑不了。那就好。谢小飞这次真是太过分了。虽然他跟我们领导已经分手了，但是不管怎么样，两个人在一起过，他也不能这样啊！赵晨曦去挑婚纱，他让我们领导跟在后面，干嘛呀？故意恶心人吗？是太过分了。周总为了保护他，还给他休了假。可是谢小飞这么一闹，领导就又接了这个案子。秦律师，你能不能帮我劝劝他？只要他不工作，谢小飞也不能把他怎么样。这样吧，我去找小飞好好聊一聊。今天我找你来是想要告诉你，我要结婚了。我知道你要结婚了，但是你休想从我这儿听到一句祝福的话。新娘是碧晨，不是童薇。等会儿，新娘是碧晨，不是童薇。我对童薇啊，已经死心了。这么多年来对她的感情，似乎更多是一种仰慕吧，不是一般的爱。所以，就算我们要在一起，应该不会幸福的。在下。可是你明明把童薇家的房子买给他，然后他还收下了那个房子。你能不能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那房子
对童薇特别重要。当然了，他也不肯白收。哦，对，这个呢，是他写给我的欠条，还有偿还方式，你自己看吧。小飞，如果你对我有什么误会，我已经解释清楚了。但现在，轮到你来告诉我，你跟童薇到底怎么了？真的说来话长，因为当时的情况特别的乱。我爸爸因为童薇爸爸的事情头疼我们的婚事。我爸其实很想帮童薇，但是一提到这个事情，童薇的情绪就特别激动，跟我爸争吵。然后我爸心脏病突发，我真的特别想调节他们之间的矛盾，但是在那个时候，童薇跟我说她要回国，说珊珊出事了。我妈有生命垂危，你能告诉我，在那个时候我能干什么吗？我真的快疯了，你知道吗？我什么都做不了。小飞，我觉得你跟童薇之间呢，有很多问题还没解释清楚。从他回国之后，他的情绪变得很不稳定。你呢，又一直都没出现，结果几个月后，你却突然要跟赵晨曦结婚。你说他会怎么想？你让我怎么解释啊？啊！现在这种情况，现在还不迟啊，小飞。收起你的自尊，去找童薇。你们俩能走到这里，也算不容易了。不要轻易放弃，好吗？我问你一个问题，行吗？你为什么要帮我？因为我好不容易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所以你们是我的朋友，我希望你们可以跟我一样找到幸福。欢迎来到谢小飞私人厨房。这位小姐，请跟我来。我谢小飞亲自做的招牌鸡，你不应该感动得泪流满面，感谢天，感谢地，感谢在生命中遇到了我吗？谢谢你为我做的，我为你骄傲。欢迎来到谢小飞私人厨房。今天想吃什么？飞总，你有什么要紧事就赶紧说吧。珊珊的事情我错了，别说这个了。你今天一定要听我说。那天把你送走之后，我赶到医院，医生就跟我说，我妈妈去世了。你知道我当时有多崩溃吗？尽管我妈做了10几年的植物人，
严格意义上讲，他只剩下一口气，跟去世没有什么区别。但是我觉得，他只要还躺在那里，就依然还活着，就依然还会有一种力量支撑着我。直到那天，他被推出了病房，他永远不会再回来的时候，你知道吗？那天对我来说是我人生当中最黑暗的一天，因为我同时失去了2个对我来说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从那天以后，我开始喝酒，喝到酒精中毒。要不是小溪每天在身边照顾着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之后我也给你打过电话，我以为你和秦天宇和好了。你以为我跟秦天宇和好了，所以你就去跟赵晨曦订婚了？我真的不知道拿他怎么办。他因为我逃了婚，宋勇登报声明跟他脱离关系，再加上你跟秦天宇在一起的消息，我真的绝望了。但是童薇，当我再一次见到你之后，我才发现我骗不了我自己，我真的忘不了你。你忘不了我又能怎么样呢？你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你现在身上担负着整个谢氏，你再也不是1年前那个天不怕地不怕的谢小飞了。我们以前经历过那么多波折，以前能克服的，现在也可以。你别幼稚了，以前经历的算什么呀？以前经历的波折只不过是你没钱了，你落魄了。现在呢？现在我们之间有太多阻碍了，身份、地位，还有包括彼此的立场，还有你爸爸赵晨曦，还有珊珊母女，这些都会成为我们感情中的定时炸弹。你想过吗？我真的不想再承受一次了，小飞。不是所有感情都能白头到老的。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祝你幸福。童薇，
们领导呢？啊，童薇姐去机场接老爷子了。啊，给我忙的，都忘了接我爸。这不怪您，童薇姐说明天您跟张小姐的订婚仪式需要彩排，所以特地没通知您。小飞，你来啦。张小姐真漂亮，谢谢。你觉得呢？挺好的。小飞，我想要去个地方，你陪我一块儿去好吗？可是赵小姐，这边的彩排马上就要开始了，您这是要去哪儿啊？去一个特别的地方。小飞好吗？走吧。去哪儿啊？到了你就知道了。董事长，董事长，陶小姐，别来无恙。董事长还是那么精神。咱们这边走吧。你不会是来爬山的吧？有话少说，我们看谁先爬到山顶。你穿成这个样，你跟我说看谁先爬到山顶？如果你跑赢我，我就允许你悔婚；你说什么呢？如果你输了，你就老老实实的娶我，跟我过一辈子。不说话，就代表同意了。预备，开始。小飞，你就这么毫不掩饰自己的心吗？越好的人越怕聚，越怕相聚后散去，会痛不要紧，不如未曾相遇和你。反正失去的都在意，在意的终将会失去。周晨曦，加油，就快要到了。反复地说给自己，反正你说的都有理，有办法去说服自己，非要假装乐观，却怕孤单。你怎么那么慢？你是想给我悔婚的机会吗？反正失去的都在意，在意的终将会失去。大段大段的道理，反复的说给自己。我赢了，我赢了。是啊，你赢了。请。哎，谈判专家又见面了。陈总，好久不见，最近在忙什么？忙着登珠峰呢。这么厉害？你干什么呀？别人那是爬上去的，我是给抬上去的，老了。陈总，您就说笑吧，里面请。啊，是，挺像样。雷叔叔、蔡叔叔啊，最近还好吗？挺好的。听说今天谢氏除了宣布战略上的一些重大决定之外，还要宣布谢小飞和柯万的婚事。对。当初我答应谢小飞在和他叔叔的集团争斗当中，我支持他，那是看在你的面子上。他现在掌握了权力，却另娶他人，这个事儿不地道，我得去说他。蔡叔叔，我跟小飞是和平分手，我当初也跟您解释过了。那我以为你们是情人之间那个打情骂俏说着玩的，还真分手了。
真分了？没事儿，我跟小飞还是朋友，不然您说这场招待酒会我能来办吗？真心话。您就别开我玩笑了，蔡叔叔。好吧，那我先进去了。好。领导，赵晨曦不见了。啊？和万娘们急疯了。我知道了。听说赵小姐还没到，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吗？堵在路上了，还是怎么了？我不知道，小天在查了。喂，崔子雅，你给交警大队打一个电话，让他们去查一下，从赵小姐家出来到酒店的路上有没有发生交通事故，赶紧啊！赵晨曦失踪了，你心里有没有一点点窃喜啊？我没这么卑鄙。小飞啊，人都到齐了，你们怎么还在这里？爸，晨曦她不见了。不见了？怎么回事啊？已经在查了。先不管他了，谢氏中方和美方的合作伙伴都已经到场了，不能让人家看笑话。订婚这个环节取消掉吧。好，那我现在去安排一下。董事长，时间差不多了，快点去宴会厅吧。童小姐，对不起。您别说这个了，那我先过去了。恭喜恭喜啊！今天各位在百忙之中拨冗来到这里，我非常感谢。我代表谢氏的所有同仁，欢迎大家。在场的有我们来自美国的老朋友，也有在中国的新朋友。之所以邀请大家齐聚一堂，是因为今天谢氏有几件重要的大事要正式宣布。第一件事，说起来是我们谢家的私事。犬子谢小飞和科万集团的大小姐赵晨曦女士即将订婚。董事长是不是糊涂了？刚刚说不订婚，现在又订婚。先听着。但是现在看来，这个婚是订不成了。婚姻大事当然不能儿戏。接下来我要说的事情，连我的儿子都不知道。其实就在昨天晚上，晨曦来找我，我们单独谈了一次话。小曦啊，坐。找我有什么事啊？你说吧。啊，那个，天不早了，我先去休息了。现在可以说了吧？叔叔，对不起啊，怎么了，孩子？我不能嫁给小飞了。为什么？是不是小飞他？没有，他真的很好，只是他爱的不是我，
是童薇。小希啊，这个从一开始你就知道的吧？对，刚开始的时候，我以为只要他愿意跟我在一起，我就愿意陪他一辈子。眼看就要嫁给他了，我发现我真的做不到。可是，是不是小飞又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情？没有。今天我拉他去爬山，我跟他开玩笑，只要他跑过了我，我就允许他悔婚。当然，我只是开玩笑而已。但一开始，他就跑过了我。在快要到达山顶的时候，他却故意停下来等我，想让我超过他。这一举动真的让我很难过。他以为我说的是真的吗？他以为他跑过了我就真的可以悔婚吗？而他停下来等我，却让我更加难过。因为这段婚姻是他对我的施舍，我不能让自己一辈子都活在别人的施舍里。叔叔，对不起啊，我知道这对于你们来说，订婚的前一天反悔，简直就是家丑。我也简直成了逃婚的惯犯。不，小希，是我们谢家对不起你，是小飞让你受委屈了。对不起。今天家丑外扬了，换做早些年，我是不会在公开的场合说这些家事的。但是人是会变的，我老了，面子上的事情我也看得淡了。既然赵小姐已经做出了她的决定，我们谢家只有尊重，让大家见笑了。说完坏消息，再说好消息。回溯谢氏这100年，我很感慨。清朝末年，祖爷爷谢振南举家迁往美国，他随身携带了笔墨纸砚、绫罗绸缎、谢氏家训等18件代表中国神韵的宝贝，以表家国之思。后来谢氏以18藏为名经营旅店，祖爷爷在谢氏家训上新加上一条：家国两一，有国才有家。有朝一日国富民盛，谢氏子孙落叶归根。今天我在这里郑重宣布，谢家又回来了。爸爸今天的发言到底想说什么呀？我也不知道，链接稿上根本没有。不能再让他说了，我怕他乱讲。谢家人一直传承着18藏代表的中国文化和勤奋拼搏的中华品格。谢氏能够归来，跟国运昌盛不无关系。我在思考，国运的强弱跟我们个人而言意义何在？对不起。我爸最近身体不好，你要不要小飞，你让我说完。人家说父子世仇啊，说的就是我和你啊。早些年，我总是希望你能够成长起来，能够独当一面，担当重任。如今，你不负众望，果然成长起来了。而我呢，
我回顾我这一生，在外人看来可能很风光、很成功，但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是个失败的男人。我娶了小飞的妈妈，却让她遭遇不测。我生了这唯一的儿子，却差点让他成了我的仇人。我甚至辜负了我现任夫人对我的一片深情厚谊。回顾我这一生，除了事业，我可以说是一无所成。而现在，我竟然想让我的儿子把我的人生重演一遍。我从来都没有怪过你爸。不，小飞啊，有太多的事情你不知道了。之前是我用恶毒的语言攻击童小姐的父亲，是我用恶劣的手段逼走了童小姐，而之后我又在你面前否认了这一切。人老了，真的会开始反省自己。我发现一件可怕的事情，我的儿子正在变成当年的我。100年之前，老祖宗为什么要背井离乡、远赴重洋到达美国？不就是为了给后代的子孙一个更好的生活吗？可是小飞，现在的你快乐吗？我很好。不，你骗不了我。小到一个家族，大到国家，我们奋力拼搏，并不是为了名利这些过眼浮云，而是为了能让家人安居乐业，这才是国运家运之于个人的意义。各位，我在这里再次郑重宣布，谢氏回来了，这是一个新的开始。更重要的是，我希望我的儿子能从这一刻起，重新开始他的人生。童小姐，请你接受我的道歉。董事长，过去的事情您就别说了。谢谢你，还请你再给小飞一次机会。等我处理完所有的事情，我会回来找你。小飞，我走了。我用尽毕生的力气来爱你，换来的却是你的施舍。击垮我的不是狂风暴雨，而是永不放晴的灰色天空。再见吧，我要去寻找我的晴空了。是你？你姐呢？她不在家。去哪儿了？你怎么现在才来找我气？你快点告诉我她去哪儿了。你等着。那这是什么呀？谢谢。加油啊，姐夫！你好。你好，给我一张夏威夷的机票。帮您查一下，时间最早是明天中午起飞，您看可以吗？今天的没有了吗？对，没有了。refund 400 fee。谢谢。轰轰烈烈，爱让
趁早，给你个热情的拥抱，在最热闹的街角，强调一定天荒地老，连1分钟都不能少，不再会被轻易讨好，不想要就说不要，我只想我们的故事到了大结局，可生活却一直在延续。如果我们继续相爱，是不是还要承受这些狂风暴雨？有没有一份爱能够让人永远快乐，没有伤害？我想一个人去追寻答案。爱的人体会分别孤身，在被日落拥吻的黄昏，享受这一刻的单纯。Hi, Rita. What a sweetheart! What a big surprise! Do you remember me? Of course I remember. Come in, come in. Come sit down. Every one of these photos is such strong memories for me. This couple, oh, they're so sweet. I'm afraid they may have broken up, though. Sophie! I knew you would come. I knew you would. Rita. Hello. So you and Wei are still together after all that you've been through. That's remarkable. I was too young back then. I did a lot of things that hurts us both. But if God were to give me another chance... So where will you find Wei next? I don't know. But I feel like she's waiting for me somewhere. Of course, sweetie. Rita. You know where she is, right? Come on. Don't do this.
你来了。你还记得这里吗？我怎么会忘？这里好安静啊！你还记得吗？我说过要在这个地方给你一段上天入地的爱情。怎么会不记得呢？现在整个世界都见证了我们的相爱。我只是有时候想不通，为什么明明相爱那么幸福的事情，会发生那么多的不愉快？想不通别想了，你只要负责好好的爱我，不要离开我，不要抗拒命运的安排就好了。我们一起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走到现在，我爱你，童薇，嫁给我吧。我是你大草原的小马驹，我是你小宇宙的流星雨，我是你什么？你要 say no 啊？你什么时候 say yes， 我们什么时候回去。我们回去吧。回什么？你还没答应我呢。我说我们回去吧。你答应我了？你猜？还猜呢？都这么久了，天天让我猜来猜去的，结婚这种事情你还让我猜啊？我是你钢琴上的哆来咪，我是你想幸福的最终句。不相信寂寞就好，轰轰烈烈爱要趁早，给你个热情的拥抱，在最热闹的街角，强调一定天